木乃伊被绑绷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尸体，防止其腐烂，并在来世中得到安全。这个过程是古埃及文化中木乃伊制作的一部分，具有宗教和神秘的背景。以下是绑绷带的一些主要原因。宗教信仰，古埃及人相信来世，他们的灵魂需要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因此木乃伊制作的目的之一是确保尸体在来世中得到保护。绷带的包裹象征着对尸体的关怀和尊重，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保护灵魂。绷带中可能夹杂着护身符、宝石等物品，被认为能够保护木乃伊的灵魂免受邪恶力量的侵害。这些物品被视为在来世中有助于木乃伊的安全和幸福，形成特定的形象。木乃伊的包裹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形象，通常是尸体的形状。这种形象可能与古埃及宗教和神话有关，代表着死者在来世中的状态，象征再生和复活。木乃伊的制作过程也与古埃及宗教信仰中关于死亡和再生的概念有关。包裹尸体的绷带象征着死者的再生和复活，预示着他们将在来世中重新获得生命。社会地位的体现，在古代埃及社会中，木乃伊的制作通常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关。富裕的人可能会享有更为精细和豪华的木乃伊制作，包括更多的贵金属和宝石，以及更复杂的绷带包裹。对抗自然力量，古代人认为自然界的力量可能会对死者产生负面影响，如腐烂、腐朽和腐化。通过绷带包裹，人们试图对抗这些自然力量，以确保尸体的保存和来世的安全。古埃及木乃伊的制作过程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工艺，其中绑绷带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这一过程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尸体的准备、包裹技术、装饰和神秘仪式。以下是一个详细的描述，涵盖了木乃伊制作中绑绷带的整个过程。第一步，取出内脏器官。木乃伊制作的第一步是取出尸体的内脏器官，这通常包括心脏、肺、肝脏、胃等。这一步骤的目的是防止腐烂时产生难闻的气味，并为后续的木乃伊制作提供一个清洁的基础。第二步，清洗和脱水。尸体被仔细清洗，以去除血液和余留的组织，然后尸体会被放置在一种能够吸收水分的物质中，例如纳特龙 （natron）， 这是一种天然的脱水剂。脱水过程有助于减缓腐烂，并使尸体更容易处理。第三步，包裹头部和手足。开始时，木乃伊制作者会从头部和手足开始包裹。头部的包裹可能会精心设计，以保留面部特征，有时甚至加入木乃伊的头盖骨、顶骨，以保持头颅的形状。手足的包裹则通常是从指尖开始，逐渐向身体部分延伸。第四步，添加防护物品和护身符。在包裹的过程中，木乃伊制作者可能会夹杂一些护身符、宝石和其他防护物品，这些物品被认为有助于保护木乃伊的灵魂，确保其在来世中得到安全。护身符的选择可能取决于死者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和个人偏好。第五步，包裹整个身体。一旦头部和手足得到适当的包裹，木乃伊制作者将继续包裹整个身体，这通常涉及到多层的绷带，以确保尸体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绷带通常由亚麻制成，而在包裹过程中可能加入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垫料或草药。第六步，塑造身体轮廓。在包裹的过程中，木乃伊制作者可能会通过调整绷带的层次和位置来塑造尸体的轮廓，这有助于保持尸体的形状，并使其在来世中能够被辨认。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使用木乃伊头部和身体的模型来确保包裹达到预期的效果。第七步，涂覆保护物质。一旦尸体被完全包裹，木乃伊制作者可能会在外层涂覆一层树脂或蜡，
这一步骤有助于加固绷带，使木乃伊的外表更为坚固，并防止湿气侵入。同时，这也有助于保留绷带的颜色和纹理。第8步，最后的装饰和仪式。在木乃伊包裹完成后，可能会进行一些最后的装饰，如绘制符号、涂饰颜色或添加额外的护身符。这一步骤也可能伴随着神秘仪式，以赋予木乃伊神圣的意义，并为其来世的旅程注入宗教仪式的力量。第9步，定型和定制。在木乃伊的绑绷带过程中，一些木乃伊制作者可能会进一步定型和定制绷带的外观，这可能包括在特定部位加厚或调整绷带的层次，以确保整体的外观达到预期的效果。定型的过程中，木乃伊的制作者会仔细检查每一寸绷带，确保其紧密包裹并符合特定的形状。第10步，记录和标记。在木乃伊制作的过程中，制作者可能会记录有关木乃伊身体状况、使用的材料、加入的护身符和其他细节的信息。这有助于后来的研究者了解木乃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木乃伊的身体可能会被标记上符号或文字，以识别其身份和所属社会。第11步，保存和封存。一旦木乃伊制作的过程完成，木乃伊可能会被放置在特殊的棺材或石棺中，以确保其受到最佳的保存条件。古埃及的木乃伊常常被放置在金字塔、墓穴或专门的墓地中，这些地方通常设计得非常精致，反映了古埃及人对来世的特殊关注。第12步，祭祀仪式。木乃伊制作的最后一步可能涉及祭祀仪式，这些仪式旨在祈祷死者在来世中得到安宁和幸福。祭祀可能涉及祭司的祷告、祭品的献上以及其他宗教仪式，强调木乃伊在宗教信仰中的重要性。结束语：木乃伊的绑绷带过程不仅仅是一种工艺，更是古埃及文化中死亡和来世信仰的象征。这一过程深深植根于古埃及宗教、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反映了对死者的尊重、对来世的信仰以及对生命永恒性的追求。通过细致而复杂的工序，木乃伊成为了古代文明中一项独特的文化遗产，为后代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和人类学洞察。